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饭桌见人品，一个人在饭桌上的小细节，往往最能暴露他的真实性格。上次和姐姐去逛街，正好晚上有个活动，于是决定在外面解决晚饭。吃饭时，隔壁桌一对情侣让人印象很深。我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进来一对很亮眼的情侣，看样子也是逛了一天，大包小包的拎了一堆，刚好坐在我们旁边，于是多看了几眼。点餐时，女孩询问男孩说都行，听你的。结果没吃几口，女生的电话响了，一挂电话，女孩哭丧着脸说怎么办，忘记了今天晚上还有课。男孩问是几点的，女孩说7点半。我一看表，已经6点半了。男孩说一定不耽误，你先吃，我给你晾凉。两个人没再说话，男孩给女孩晾了一大碟，随即自己跑去结了账。接着就是女孩一直在吃，男孩一直在晾。不到10分钟，女孩吃完了，两个人拿着大包小包赶紧走了。饭桌见人品，人在疲劳和饥饿时的耐心是最小的。本来是女孩忘记了时间，男孩却一点也没有抱怨，还一直照顾女生。他一定很喜欢自己的女友。姐姐说完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之前闺蜜周周的男友，就是因为见家长时的一顿饭，后来分手的。恋爱谈了1年多，我们没见过几次，但是听周周说，工作可以，赚的也多，各方面条件还可以，就是人有点自私。见家长之前，周周说自己父母口味清淡，于是综合了男人和父母的口味，订了一家饭店，10道招牌菜单，交给男友去预定。结果那天到了饭店，才发现男朋友私自改了菜单，因为男友爱吃辣，10个里面有8个是辣的。这也就算了，一落座，父母还没说什么，男友就自顾自地在一边吃了起来。周周父母也是很有涵养的，晚上回去才和周周说，这个男生不靠谱，还是尽早断了吧。后来周周和我们说，以前恋爱的时候也是基本上从来都不主动掏钱，每次都说自己工资多高多高，到付钱的时候不是装傻，就是说这个月被朋友借去了。几次下来，周周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是周围人都说对方条件好，不要因为一点点缺点就判断一个人不好。这次也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吃得畅汗淋漓，全然不顾女友的父母在那里面对着一桌红红火火的尴尬。吃饭确实是小事，但是小事上才能见细节。一个在父母跟前都不会给你点面子的人，你能指望他以后对你有多好呢？一次她带男友参加自己的朋友聚会，别人吃饭还没有动几口，男友在饭桌上看见自己爱吃的菜，就急不可待地使劲抓着桌子上的菜，不喜欢吃的菜随意丢弃，喜欢吃的菜用筷子不停地夹，不停地翻来覆去。他的饭桌前面吐了一堆，一片狼藉，简直无法直视。周周看见男友的做法，尴尬不已，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。而每次说起这个习惯，男友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反驳他，夹菜就得夹自己喜欢吃的，这有错吗？吃个饭还那么多规矩，烦不烦你？当恋爱的激情褪去，慢慢显示生活的本质，这种极度自私的表现，周周再也无法忍受。吃饭只顾着自己的人多半很自私，根本不值得深交。曾经有这样一个视频，拍摄者是一名饭店的服务员，内容是2个不同的家庭聚餐完毕后餐桌的样子。一家餐盘凌乱，用过的卫生纸和没有用过的扔得到处都是，餐具里吃完的和没有吃完的食物混合在一起，让人看着有些反胃。还有一家餐盘都很干净，餐具也按大小和形状井然有序地罗列在一起，用过的垃圾也都放在烟灰缸里，
两家人的素质谁高谁低，一眼就可以看出。知否知否里关于婚姻，明兰和祖母曾经这样说过，两个人过日子到最后还是要和对方品性最低处过日子，而所谓品性最低就是对方人品差的地方，两个人过日子到最后其实都是和对方的缺点过日子。吃饭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但是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这些，小节见人品，细节见人性，注重细节的人才值得深交。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看，让更多的朋友受益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